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今天呢，我们说一说美国空军动用 F-15演练临空轰炸战术是何用意。9月6号，美国空军官方网站发布了一条消息，说在9月2号的一次演习当中，美国空军的一架 F-15战斗机尝试了用2000磅的杰大姆炸弹攻击海上目标的战术。这条消息让人比较诧异，因为自从海湾战争以后，美国空军对地面目标的打击基本上采用的是防区域外精确打击为主，很少搞临空轰炸了。用飞机直接投掷炸弹攻击海上舰船的战术呢，就更加少见了。现在美国空军又把用战斗机携带重磅炸弹搞临空轰炸的这种老掉牙的战术捡起来，这又是什么情况呢？美国空军演习中用的杰大姆炸弹呢，又叫联合直接攻击弹药，是一种 GPS 制导炸弹，弹重908千克，一般用来攻击地面上的固定目标，威力比较大。但是这个杰大姆炸弹呢，没有办法攻击移动目标的啊。美国空军如果要攻击海上目标呢，一般会选用激光制导的宝石漏3炸弹。但这个宝石漏3呢，射程是太近，最大的投掷距离只有5公里左右。在这个距离上，对方的防空导弹可以轻易的把载机连同它挂的炸弹一同击落。如果是海上作战的话，现代战舰所拥有的防空火力更为集中， F-15又不具备隐身能力，因此用它携带激光制导炸弹来搞临空攻击海上移动的战舰，几乎等于送死。那 GPS 制导炸弹能不能用来攻击移动的战舰呢？美国空军的新闻发布中是这么说的说这一次 F-15所投掷的杰大姆炸弹采用了全新的导引头，采用了这种新型导引头之后，战斗机可以像潜艇一样的隐藏在空中，在敌方战舰觉察不到的情况下突然投掷弹药，以达成攻击目的。那根据美军这些年来的科研动态，我们可以推测，这可能呢是在杰大姆这个炸弹上增加了数据链技术，用高空隐身无人机秘密的监视对方的战舰，测量打击目标的航线，定位它的位置，然后呢通过数据链呢实时的发送给杰大姆炸弹，就可以让炸弹灵活的修正空中攻击航线，打击移动目标了。美国空军为这种战法设定的预期战场还是太平洋战区，所针对的假想敌也非常清晰，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水面舰艇部队了。当然了，这种战法还是没有解决杰大姆炸弹的载机 F-15不能隐身的问题。我们姑且认为 F-15可以从解放军海军防空导弹射程之外投掷炸弹，发射后不用管。但是这个杰大姆炸弹的飞行速度并不快，弹道变化的幅度也很有限，用现有的舰载防空导弹或者是近防搜射炮都可以把它击落。美国空军为什么要演练如此高风险的海上攻击科目呢？在正常的逻辑下，如果美国要在西太平洋或中国打一场海战，那么攻击水面舰艇的主要力量应该由海军负责，其中包括海军的潜艇、水面舰艇、航空兵和岸舰导弹部队。美国海军也一直在为这样的场景做着积极的准备。当然，和中国这样的对手开战，不可能让美国海军单打独斗，所以美国空军也加入了对海上移动目标的打击行列。B-1B 轰炸机和 B-2 轰炸机都已经具备了投射超远程反舰导弹的能力。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演练 F-15临空轰炸的战术呢？我们推测这很可能还是与钱有关。现代战争是吞金巨兽不是一般国家能够负担得起的。就算是财大气粗的美国，也是相当的吃力。为什么要撤出阿富汗呢？军费支撑不下去了。经常美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动用很多的资源，确定了塔利班的训练基地，然后出动飞机，用几百万美元一枚的协防导弹进行打击。最后的战果是什么呢？是击毁了几座破草房子。超远程反舰导弹采购价格大概是300多万美元一枚，成本高昂，显然不可能海量采购。而一枚 GBU-31联合直接攻击弹药才5.7万美元，这恐怕就是美国空军
战法创新的直接动力吧。所谓潜艇式的战法，大概就是美国空军利用地球的曲率和地形，把 F-15隐藏在某些低空空域。当战机出现了以后， F-15突然跃升，投掷炸弹，然后挑头就跑。看来呀，美国空军确确实实是在准备着和解放军打一场全力以赴的战争。哪怕是防区外精确制导弹药打完了，不得不采取危险的凌空轰炸战术，也不轻言放弃。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做好准备。